很多病人来找我，说是身体不舒服，胸口闷，睡不着觉。结果我一摸脉，那个脉象是涩的，是结带脉，这哪里是身体有病，分明是心里头堵了东西。再一问，10个有9个都是因为家里的那点破事，什么儿子不孝顺啊，兄弟不和啊，老爸老妈偏心眼啊，他们哭的那是稀里哗啦，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命苦的人，糊涂，简直是糊涂。我要告诉你们一个颠覆你们认知的真相，所谓的六亲缘浅根本不是命苦，而是你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今天的内容如果你们能听得进去，可比吃几万元的补品都管用。为什么这么说？在中医里我们讲阳气要潜藏，一个人的生命力如果像火一样天天往外喷，那叫虚火，风一吹就灭了。但是六亲缘浅的人，因为外面的路不通，你的能量被迫只能向内走，向下走。这就是老天爷逼着你不要向外去攀附，不要去当藤蔓，而是要逼着你做一棵树。所有的依赖都被推开了，你就没有退路了。人只有在没有退路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觉醒，你只能走上一条向内求，对自己负责任的路，而这条路恰恰是积累福报、扭转乾坤最有潜力的通道。你看那些所谓六亲缘深的人，从小父母宠着，兄弟姐妹帮衬着，甚至七大姑八大姨都围着他转，看着是很幸福很热闹。但是你仔细看看，这种人往往最脆弱，因为他的神是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一旦父母走了，或者亲戚不帮他了，他瞬间就垮了，因为他从来没有生出过自己的根。而你不一样，你因为缘浅，你很早就学会了自我消化情绪，你很早就看透了人情冷暖，你那个内在的神，因为没人干扰，反而是最聚的，是最定的。这就是老天爷给你的特训，他让你在红尘里练心，让你体会孤独，是为了让你生出一种别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真功夫、心力和定力。所以别再为了六亲缘浅掉眼泪了，那不是惩罚，那是老天爷看你是个可造之才，特意给你开了一扇天眼，他让你看清人际关系的本质，让你不用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情世故捆绑，让你保留最完整的能量去修你自己。你现在明白了吗？这不是命苦，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你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既然被选中了，那接下来要怎么修，这才是关键。现在我专门来讲讲这个情绪的毒到底要怎么解。各位，你们仔细回想一下，这辈子最让你耗神、最让你觉得累的是什么？是工作吗？是做家务吗？我告诉你，绝对不是，是心累。中医讲七情六欲，这些情绪如果太过，就是毒药，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对于那些所谓的六亲缘深的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互相倒垃圾。今天他们吵架了，跑来找你哭2小时，明天孩子不听话了，又来找你抱怨半天。你们互相安慰，互相共情，觉得这就是亲情，这就是爱。错，大错特错。从能量的角度看，这叫纠缠，这叫互相投毒。你看看那些大家族里，往往是一个人生病，全家跟着遭殃。为什么？因为气场是通的，负能量是传染的。而你因为六亲缘浅，老天爷早早的就把这根传染线给你切断了。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情绪的能量必须自己去转化。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遇到点事，受了一点委屈，第一反应就是掏出手机翻通讯录，想找个人倾诉。如果没有人接电话，或者对方反应冷淡，他就觉得天塌了，觉得自己好惨。我告诉你，这叫什么？这叫精神乞丐。你在乞讨别人的安慰，你在乞讨别人的能量。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没有谁有义务当你的情绪垃圾桶。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思则气结，你心里有事，气就结在那里，像个疙瘩一样。你不去修自己，等着别人来给你解开，那是不可能的。别人劝你2句，那叫隔靴搔痒。真正能把这个疙瘩解开的，只有你自己体内的阳气。六亲缘浅的人，因为没人听你发牢骚，没人给你擦眼泪，你被迫只能自己去消化。这一消化不得了，你把毒药变成了补药。当你不再寄希望于别人来拯救你，不再等父母来道歉，不再等爱人来哄你的时候，你的内心就会生出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我们道家叫定力，中医叫神气内守。你看那些高僧大德
或者是真正厉害的企业家，哪怕泰山崩于前，他面不改色。为什么？因为他的情绪不需要向外排放，他自己有个强大的化解系统，这股定力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立身安命的根本。第二点，不向外攀附，你的能量才能自由流动。我们再来看看那些缘分深厚的人，他们活得有多累。我见过太多病人，甚至到了50、60岁，想做点什么事，还要先想想，哎呀，我爸妈同不同意？我那个二舅会怎么看？我如果不去参加那个表妹的婚礼，会不会被亲戚骂？你看，他整个人被各种人情世故，被无数根看不见的能量线捆得死死的。这在中医里叫气滞，气都动不了，怎么能有运？这种情执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内耗，它就像一个个吸血鬼，趴在你身上吸你的精气神。而你呢，因为缘浅，这些线很细，甚至根本没有，这难道不是天大的自由吗？你不用看谁的脸色行事，你不用为了讨好谁而委屈自己，你很早就开始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为自己而活。当别人还在那个复杂的家族关系网里打转消耗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松绑，开始轻装上阵，开始自渡了。所以我常跟我的学生讲，不要羡慕别人家里热热闹闹，把太多人请进生命，有时候是一场大灾难。你的心就这么大一个地方，就是你的皇宫，你是这个皇宫的皇帝。如果你把七大姑八大姨，不管重要不重要的人都放进来，每一个人进来都指手画脚，每一个人都丢一点垃圾，你这个皇帝还怎么当？你到最后连自己在哪里都找不到了。那样的人生是不合理的，是病态的。真正的健康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你的心要静，人际关系要淡。这个淡不是冷漠，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只有淡，你的神才能清，你的气才能顺。所以六亲缘浅的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别再为了没人懂你而难过了。没人懂你，是因为你站得比他们高，你走得比他们快。别再试图去向外寻找慰藉了，向外求，求来的是束缚，是因果，是垃圾。向内求，把你那些无处安放的情绪，用你的意志力，用你的觉悟，把它炼化掉。每当你战胜一次孤独，每当你自己消化一次痛苦，你的内心容量就扩大一圈。等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一个人独处，也不会心慌意乱，能够从很大的痛苦中自己转身走出来的时候，恭喜你，你的丹田气足了，你的道基铸成了。这时候你再去看看周围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已经跟他们不在一个纬度了。好，讲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尼师，既然我是被选中的，那我到这个家里来，难道就只是为了受苦，为了独善其身吗？当然不是，你的任务大着呢。下面我要告诉你，你背负着怎样的家族使命。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兄弟姐妹跟父母关系那么融洽，怎么吵都能和好，为什么偏偏是你在这个家里显得格格不入，像个外人？很多人心里苦啊，觉得自己是不是捡来的，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上辈子欠了家里什么债。我告诉各位，完全反了，你不是来还债的，你是来治病的。在中医里有一种病很难治，叫家族遗传病。这个遗传不光是说你身体里的基因，更可怕的是习气的遗传，是命运模式的轮回。你去观察很多家庭，父母这一辈天天吵架，互相埋怨贫穷，斤斤计较，到了下一代还是这一套，接着吵，接着穷，接着互相折磨，这就叫宿命的轮回。这一家人都被困在一个低能量的怪圈里，出不来。这时候老天爷看不下去了，家族的祖宗也看不下去了，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打破这个死循环，这个人就是你。所以我给这种命格起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断代修行者。这句话很重要，你们把它记在心里。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活得跟你上一代跟你周围的亲戚完全不一样，你不再去复制他们的人生剧本，你到你们家来是有特殊任务的，你就是那个被家族的集体潜意识派出来要变异的人。第一，你是家族的阻断剂，你要用你这一代的清醒和觉悟去终结你们家族世世代代可能存在的愚昧、暴躁、偏执和贫穷。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从小就觉得跟家里人聊不到一块去，他们看重的东西，比如面子、虚荣、盲从，你看不上，你在乎的东西，比如精神、自由、成长，他们觉得你有病，
这是因为你们的频率根本就不一样。你是那个清醒的药，家里其他人是那个浑浊的病灶，要进到病灶里，身体是会有排斥反应的，所以他们会打压你、排挤你、冷落你。这不怪他们，这是能量的本能对抗。你也不要怪自己，这说明你的药性够猛。第二，这个任务很苦，但是功德无量。所谓的六亲缘浅，其实就是老天爷给你的一道保护符。你想想看，如果你跟他们缘分很深，感情很粘稠，你就会不忍心。父母一哭闹，你就心软了；亲戚一道德绑架，你就妥协了。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也被拉回到那个烂泥潭里去了，跟着他们一起轮回。所以老天爷必须让你缘浅，让你在这个家里感到痛苦，感到待不下去。只有痛你才会想逃，只有想逃你才会去寻找新的路。这就像是一个伤口，只有结了痂，把死肉推开，新肉才能长出来。你就是那块要长出来的新肉。第三，没有所谓的不被偏爱，那是你的福气在后面。那些你小时候觉得不被偏爱、被忽视的经历，其实都是在磨练你。中医讲肾主志，一个人要立大志，必须肾气足。而肾气怎么练？就是要能忍，要能藏。从小没人疼，你就学会了忍耐；从小没人靠，你就学会了独立。这就在扩大你内在的那个能量容器。很多缘厚的人，一辈子活成了父母的附属品，活成了别人期待的样子，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那是很可悲的。而你因为缘浅，因为没人管你，你反而保留了活出真实自我的最完整的权利。所以各位断代修行者们，挺起你的胸膛来。你现在的孤独是因为你在走上坡路，你在背着整个家族的业力在往上爬。虽然很累，虽然没人理解，但只要你爬上去了，你翻身了，你觉醒了，你这一个家族的命运就彻底改写了。这叫什么？这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才是大孝，这才是真正对得起祖宗。所以别再抱怨父母不爱你了，你不需要他们的爱来证明你的价值，你是来拯救这个家族基因链条的英雄。搞懂了这一点，你的心结是不是又开了一层？但是光有心法还不够，我们在社会上混，总得跟人打交道，特别是有些人总想去搞无效社交。我要给你们讲个惨痛的案例，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乱交朋友，就是在泄你的肾精，是在折你的寿。各位，尤其是各位男士，还有那些喜欢张罗饭局的大姐们，你们仔细听好了。我治过的一个病人叫老张，老张以前是做工程的，手里有点钱，为人特别豪爽，只要有他在的局，从来不让别人掏钱。他觉得我请大家吃饭，大家就记我的情，我帮大家平事，大家就当我大哥。那时候他的通讯录里有几千人，每天晚上的饭局排都排不过来，看着是不是很风光？可是我看他的脸色，那是油尽灯枯之象，脸红得像关公，那是虚火上炎，脚底下却是虚的，走路发飘，那是肾水干枯，压不住火了。果然一年冬天，老张出事了，不是生意垮了，是人垮了，中风在酒桌上直接栽下去的，被送到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但是半边身子动不了，嘴也歪了，话都说不清楚。他在医院住了整整3个月，这3个月把老张这一辈子的梦给打醒了。刚住院头2天，还来了几拨人拿着果篮，说了几句客套话：张哥，好好养病，等你出来咱们再喝。等到听说老张这病可能要有后遗症，以后可能没法再带大家赚钱，也没法再那样豪爽买单的时候，病房里那是真的安静啊，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老张躺在床上，拿着那个曾经响个不停的手机，他想找个人帮忙，找个好点的康复医生，或者借点钱周转一下医药费。他翻了半天，那些平时喊他亲哥的人，要么不接电话，要么支支吾吾的拒绝。老张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眼泪顺着那个歪了的嘴角往下流。他说：尼斯，我不恨他们，我是恨我自己。我拿命换来的交情，原来连一篮水果都不值。各位，这个教训惨不惨痛？第一，无效社交是在漏你的命。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每天晚上在外面熬夜、喝酒、陪笑脸，听那些虚情假意的话，你在干什么？你在耗散。你的阳气本来应该晚上收回体内养护五脏的，结果你把它调出来
像撒钱一样撒在酒桌上，你撒出去的是钱吗？你撒出去的是你的精气神。等到你的肾精漏光了，身体垮了，你才发现那个所谓的圈子瞬间就散了。因为这个圈子本来就是靠你的能量在喂养的，你没能量了，他们自然就去寻找下一个宿主了。第二，真正的强者是向内收的。你去看看那些真正的大佬，真正有福气的人，他们的生活往往是很简单的，甚至是枯燥的。他们不爱凑热闹，不爱混局，他们把时间都花在自己身上，花在家里，花在读书、修身、做实事上。这就叫固本培元，这就叫深藏不露。像老张那样把自己搞得像个火把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最后烧成灰了，谁来管你？第三，人脉的本质是价值交换。我知道这话很难听，但是事实，你身体健康，手里有权有钱的时候，你身边全是笑脸，这不代表他们爱你，这代表你有用。如果你想留住这些人，不是靠请客吃饭，不是靠做烂好人，而是要靠你一直有用，靠你一直强大。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把那些无效的社交统统砍掉，把那些陪酒的时间拿来睡觉养肾，把那些吹牛的时间拿来读书养心，把那些讨好别人的钱拿来照顾自己的家人。你的能量场强了，你的身体好了，你才是最大的风水。老张出院后不再联系那些所谓的朋友，现在每天在公园打太极，陪孙子，虽然走路还有点跛，但是那个气色反而比以前那个红光满面的样子要正多了。他说，我现在虽然没那么多朋友了，但我心里踏实，留下了这一两个，那是真兄弟。所以各位六亲缘浅的朋友，别再为了没人约你吃饭而失落了，那是老天爷在锁你的阳气，在保你的命。他让你远离那些乌烟瘴气的酒局，让你能安安静静的吃顿家常饭，这哪是孤独啊，这是天大的福报。好了，这个硬骨头的药吃下去，关于社交的毒应该解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咱们要讲点活法了。既然不靠外人，那我们靠什么？靠天道。下面我要讲一种很高的境界，这是一种让你在感情里，在人际关系里能够做到刀枪不入的心法。我之前有一个邻居叫老李，老李今年70多岁了，脾气又臭又硬，但是身体呢是真硬朗，满面红光。有一年他那个小女儿哭哭啼啼的跑回娘家，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为啥？女婿闹离婚，非要走，说日子过不下去了。小女儿那个时候才30出头，觉得天都要塌了，她在家里又要死要活，还要跑去夫家闹，要把老公求回来，说什么为了孩子也不能离。如果是一般的父母，这时候肯定也慌了，要么跟着去骂那个负心汉，要么就帮着女儿去求情去挽留。但是老李呢，他当时正在院子里喝茶，听到女儿在那哭诉，他把茶杯重重往桌子上一放，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他对女儿说，把眼泪擦干，他要走，你去给他收拾行李，要是行李太多他拿不动，我开车送他一程。女儿傻了，说，爸，你还是不是我亲爸？你不帮我劝劝，怎么还赶人走？老李瞪着眼睛说，留人留不住心，留来留去留成仇，他缘分尽了要走，那是他的命数。你现在哭哭啼啼去拉他，把你自己的脸面丢光了不说，你把你身体里的阳气都给哭散了，你越求他，他越看不起你。你让他走，走得干干净净，他反倒还要敬你3分。各位，你们听听，这就叫你走，我不送你的最高境界。这不是绝情，这是保身。在中医看来，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就是气场的共振。当两个人缘分尽了，气场已经不对付了，就像是身体里长了一块息肉，这个息肉它已经坏死了，你要做的不是把它拿胶水沾回去，而是要把它切掉。你痛不痛？当然痛，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切掉了，你的气血才能重新流动，你的伤口才能长出新肉。老李懂这个道理，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强留的人那是祸害。如果你去纠缠去挽留，你的能量是耗散的，你是卑微的，你的气是往下塌的。如果你大大方方的说，好，祝你一路顺风，你的能量是收敛的，你的气是往上提的。后来怎么样？老李的女儿听了老爸的话，真就没有再去闹，手续办得利利索索，没说一句软话。结果呢，那个前夫反倒觉得这家人有骨气，离婚后反而客客气气的，该给孩子的抚养费1分没少。而小女儿呢，因为没有在烂事里纠缠，很快就调整过来，
现在做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整个人容光焕发，这就是顺其自然的力量。所以缘来则聚，缘尽则散，聚时要惜，散时要离。你要相信，能轻易离开你的人本来就不属于你，他只是你生命里的一个过客，他的任务完成了，他是来教你成长的。不管是朋友、爱人，甚至是子女，其实都是这个道理。我们中医讲人体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是通，经络要通，气血要通，大小便要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人生也是一样，那些人际关系复杂、情感纠葛深重的人，他们的人生是淤堵的。今天这个姑妈要借钱，明天那个舅舅要吵架，后天儿子要买房，他们的神被这些烂事死死地困住了，就像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而六亲缘浅的你，虽然孤独，但是清净，你的生活很简单，你的关系很单纯。这就好比你的身体里没有那些淤血痰湿，清净就是最大的福气。在道家来讲，这叫清虚之体，是最适合修行的苗子。因为你没有干扰，你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拿来修自己的心，拿来悟自己的道。古往今来，成大业者、修大成者，哪个不是孤独的？释迦牟尼佛抛妻弃子，独自进山；老子骑着青牛，独自出关。甚至你们看武侠小说里的绝世高手，哪个是拖家带口的？孤独是升华的必经之路。当周围吵吵闹闹的时候，你只能听到别人的废话。只有当你一个人静下来，在这个世界上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才能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你才能听到老天爷给你的指引。所以不要害怕那份孤独，那是老天爷特意为你清场的，他把闲杂人等都赶出去了，就是为了让你能安安静静地演完这最后一幕精彩的大戏。别再盯着原生家庭那个烂泥潭不放了，别再琢磨为什么他们不爱我了。那个泥潭是你上一次的考场，你现在已经交卷了，虽然分不高，但你及格了。你现在的任务不是跳回去重考，而是收拾书包准备毕业。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不是用来悲伤的，是用来镀金的。既然没有感情的牵挂，那就好好爱自己，好好做点对众生有益的事，积攒点往生的资粮。等到大限到来的那一天，别人还在哭哭啼啼，还在难舍难分，而你微微一笑，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多潇洒，这多痛快。好了，道理讲透了，大家心里那个结应该解开7、8分了吧？但是毕竟我们还没成仙，面对那些还要来恶心你的亲戚，面对生活里的实际困难，还得有护身符。我要教你几个绝招，让你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不但能活下去，还能活得百毒不侵。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一句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对于那些消耗你的亲人，你必须学会建立物理隔离。第一招最简单也最有效，跑。36计走为上计。如果你跟父母住在一起，天天气得肝疼；如果你跟兄弟姐妹住一个小区，天天被算计，请你立刻马上搬家。别跟我说什么房价贵不方便，是你的命贵还是房租贵？是你的心情重要还是面子重要？在中医风水里，这叫移位法。当一个方位的磁场专门克你的时候，你唯一的办法就是跳出这个磁场。哪怕是租个小房子，只要那是属于你自己的空间，没人唠叨，没人吸你的气，那就是吉宅。哪怕一年只回去一次，你会发现远香近臭，离得远了客客气气的，反而还能留点念想。记住，距离是保护你阳气最好的防盗门。2. 闭口藏舌，把解释欲戒了。很多六亲缘浅的人有个最大的毛病，爱解释，被误会了拼命解释，被冤枉了拼命自证清白。停，从中医讲多言好气，你跟那些三观不正的人解释，就像是对着牛弹琴，你越解释他们越来劲，越觉得你心里有鬼，或者觉得你好欺负。从今天开始练就3步神功，不解释随你怎么想，我无所谓；不自证，你说我不孝就不孝吧，我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不纠缠，你说完了吗？说完了，我要去买菜了。这在中医里叫闭目养神，闭口养气。你把嘴闭上，把那个想争辩的念头压下去，你的肾气就固住了。看着他们在那跳脚，你心里默念关我屁事，那一刻你就赢了。3.
钱财风水，学会哭穷，守住你的财库。亲戚之间最伤感情的往往是钱，借钱不还的，啃老的，理所当然让你扶贫的。记住，钱是你的养命之源，也是你的阳气外显。把钱借给那些不感恩的无底洞，就是漏精泄气。怎么破？一招鲜，哭穷。他们找你借钱，你比他们还惨。哎呀，我刚去医院查出个毛病，医生说后续治疗要几十万，我正愁得睡不着呢。他们让你出钱出力，你说我也想啊，但我最近被降薪了，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人性就是这样，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躲。当你变成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那些想占便宜的亲戚跑得比兔子还快。这一招既守住了钱袋子，又筛选了真心。4. 面对不孝的指责，要学习孔夫子的智慧。最难过的一关是道德绑架，白眼狼，不孝子。这顶大帽子扣下来，很多老实人就扛不住了。我把孔老夫子请出来给你们撑腰。孔子的学生曾参被他父亲打了都要死了还不跑，以为是孝顺。孔子知道后大骂，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意思是父母打得轻你就受着，打得重你得赶紧跑。为什么？因为你不跑被打死了，是你不孝，你让你父母背上了杀子的罪名，是陷父母于不义。同理，如果你的父母对你进行精神虐待，无休止的索取，你躲开，不让他们造口业，不让他们造恶业，这才是大孝。所以不要被那些愚孝的观念洗脑了，保全自己，不做他们造恶的帮凶，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功德。我知道做起来不容易，特别是那个心软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能改的。但是药不明炫，绝技不抽，不下猛药，你这几十年的顽疾好不了。哪怕你做不到完全断绝，哪怕你只能做到一点点，比如今天少接一个电话，明天少解释一句，这都是进步，这都是在聚气。当你学会了对外防御，你的世界就安静了。安静下来之后干什么呢？是不是觉得空荡荡的？下面我们要进入高阶修炼，我要教你向内求法。当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把这种孤独练成一颗金光闪闪的金丹。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孤独和独处是两码事。孤独是被动的，是觉得自己没人要，惨兮兮的。独处是主动的，是我要静一静，是我要跟这里待会儿。六亲缘浅的你，天生就具备了独处的条件，这是老天爷赏饭吃。别总盯着外面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人，他们可能会背叛你，会气你，但是你身体里有一群亲人跟着你几十年，从来没离弃过你，而且只要你对他们好一点，他们就拼命保你的命。他们是谁？是你的心、肝、脾、肺、肾。心是君主，他天天跳个不停，为你供血。肝是将军，帮你抵御外邪，帮你排毒。脾是仓廪，帮你消化食物，运送营养。肺是相父，帮你呼吸，调节气机。肾是做强之官，藏着你生命的精华。当你把关注点从我那个不孝顺的儿子转移到我这个辛苦的心脏上时，你就开始内求了。每天花10分钟跟你的身体对话。老肝啊，今天我不生气了，让你歇歇。老胃啊，今天我少吃点凉的，给你暖暖。这不仅仅是养生，这是收神。当你把神收回到五脏六腑，你的气血就通了，你的免疫力就上来了。你会发现这群内亲比外面那些外亲靠谱10000倍。中医里最好的补药是什么？不是人参，不是鹿茸，是静。黄帝内经讲，静则神长，躁则消亡。你以前天天围着别人转，神都是散的，就像手电筒的光四处乱照，电池一会儿就没电了。现在你独处了，把光收回来，照亮自己。怎么做？哪怕你只是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发发呆，什么都不想，在那一刻你的阳气就在自动恢复。这就好比手机没电了，你把它放在充电座上，别去玩它，它自己就充满了。六亲缘浅的人，因为不需要消耗能量去应付人际关系，你们的待机时间比别人长，你们的寿命潜力比别人大。前提是你得学会享受这种静，而不是在静里自怨自艾。你现在没人管了，没人约束了，你想干什么？年轻时想画画，被父母骂不务正业，现在去画；年轻时想跳舞，被老公嫌丢人现眼，现在去跳。中医讲，
志意通则精神专。当你全神贯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时，你的气机是极其顺畅的。那时候你不需要别人的点赞，不需要儿女的掌声，你自己看着那幅画，自己跳完那支舞，心里那个美啊，那个满足感啊，这就是自得其乐。这种快乐是内源性的，谁也拿不走，它能生发阳气，能抵抗衰老。最后我要讲一个很高的境界。为什么我说六亲缘浅的人容易修成正果？因为你们更容易体会到，我也什么都不缺。以前你觉得缺爱、缺关心、缺安全感，那是你向外求，就像个乞丐。当你开始向内求，你会发现，爱是你对自己好的那份心，关心是你饿了知道吃，冷了知道穿的本能，安全感是你兜里的存款和你健康的身体。当你发现自己一个人也能活得精彩，也能活得踏实，你就从乞丐变成了富翁。这时候如果有人对你好，那是锦上添花，你笑着收下；如果没人对你好，你也无所谓，反正我自己有花。这种状态就是如来，就是自在。你不再是那个等待救赎的可怜虫，你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我知道刚才讲那么多你们可能记不住，我再最后啰嗦一遍，把这几个救命招给你们划重点。第一，别认命，要认福。六亲缘浅不是你命苦，是你债还清了，你是无债一身轻的自由人，不是来坐牢的。第二，家里如果是刑场，赶紧跑，不要为了所谓的面子死守在消耗你的亲人身边。距离产生美，更产生安全，物理隔离是保住你阳气的第一步。第三，闭上嘴，藏好钱，不要解释，不要争辩，不要用钱去买亲情。你的钱是养命的，你的气是护体的，学会哭穷，学会装傻。第四，向内求，修金丹，把对别人的期待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培养一个爱好。五脏六腑才是你最亲的亲人。讲到最后，我要升华一下，既然别人对你不好，既然家庭给了你冰冷，你是不是就要变成一个冷血动物？是不是就要去报复社会？绝对不是。中医讲心主神明，如果你的心因为怨恨而变黑了，那你的世界就真的黑了。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人心。老天爷让你体验了亲情的冷漠，是为了让你知道冷漠有多伤人，所以你要反其道而行之。你不要像你父母那样偏心，你要对众生平等。你不要像你兄弟那样算计，你要保持一颗厚道的心。你不要像你儿女那样无情，你要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但这有个前提，是对值得的人，是对众生，而不是对那些吸血鬼。当你把心里的怨气化作了慈悲，当你不再纠结于小家的得失，而是愿意发一点善心，给路边的流浪猫一口水，给陌生人一个微笑，在那一刻你身上的阴霾就彻底散了，你的磁场就彻底亮了，这叫转运。你自己就是最好的风水宝地。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对你帮助，请一定要做一件事，在评论区留下你的一句善言或者祈福，哪怕就写4个字，苦尽甘来，或者离苦得乐。为什么让你写？这叫发愿。几千个人、几万个人在这里一起发善愿，这个正能量的磁场就会巨大无比，它能冲刷掉你身上的晦气，能加持你未来的运势。祝各位身心通透，余生自在。我们下期见。